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山西的稷山县，今天来讲述一下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《西游记》大家是熟悉的，不能再熟悉了。主要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，在中途遇到了很多困难，最后成功了。《西游记》呢是明朝中后期一个叫做吴承恩写的一部小说。我们都知道，《西游记》呢是一部神话故事。其实，在现实当中，《西游记》里面的主人公对照的都是有真人存在的。最熟悉的就是唐僧，他的原型是唐朝初年的一名叫做玄奘法师的和尚。在西安附近呢，还有很多关于他的一些足迹，特别是像大雁塔是取经回来，在那里翻译经书。陕西铜川的玉华宫，一开始呢是皇帝的避暑行宫，后面呢也给了玄奘法师去那里生活，去那里翻译经书。最终呢，唐僧是在那里去世。最终呢，唐僧也是在玉华宫去世。我们之前也去过那个地方。去世之后呢，唐高宗李治非常伤心，把唐僧一开始是安葬在白鹿原。后面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，武则天包括那些大臣就把唐僧的墓迁移到西安南郊那个地方，叫做护国信教寺。现在我们在那里还能看到唐僧的墓以及他徒弟的墓，也就是说唐僧和他的徒弟在一起长眠。确实他是收了徒弟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，是山西稷山的青龙寺。在这座寺庙里面呢，是没有一尊塑像的。我们平时看很多寺庙说里面有佛像，它这里没有。它这一块呢是保留了很多元代的壁画，这个算是国宝了。这个寺庙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最特别的是，在这座寺庙里面呢，有一幅《西游记》取经图，有唐僧，有那个孙悟空，有白龙马。不过呢，这幅壁画里面据说是没有猪八戒，并且呢，孙悟空在这个壁画上面显示的他的地位不高。我们都知道，《西游记》师徒四人取经过程中，唐僧肯定是最重要的嘛，然后孙悟空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没有孙悟空，他取经可能就不会成功。而在这个里面，据说展示的孙悟空的地位非常一般。那么是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就去里面看一下。青龙寺这个寺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在山西寺庙太多了，逢村就能够看到寺。那这里有两只狮子，看起来也有一定的年代感呢。这应该是铁狮子吧？全国重点保护单位，在山西这一块，国宝非常多就像我们以前走山西有这样一句笑话说，山西走到哪个地方都是很多古村落，有一些已经被破坏了、倒塌了。而如果是在南方很多地方，这里呢就可能变成一个景区了。这就证明山西这一块的古建筑非常多。青龙寺这座寺庙也是有1000多年的。在封建社会，任何建筑如果带一个龙字，就证明不简单。青龙寺最早是创建于唐朝时期，也就是公元662年。元朝和明朝以来呢，多次重修。它是坐北朝南，2进院落的布局，东西长93米，南北宽74米，占地面积呢6800多平方米。其实算起来不是太大。我们在现在这个青龙寺里面，主要就是看2座大殿，其中里面的大雄宝殿、耳殿呢是元代遗留下来的建筑，其他的是明代重新建的。这青龙寺里面最有特色的就是里面的壁画，而且呢价值较高。这些壁画呢基本上是展示的佛教形象，并将儒释道3教劳务汇聚一堂。这些壁画呢整体看起来比较多，但是不乱。壁画中人体比例呢比较适度，造型优美，形象生动，可以说是栩栩如生。不管是佛还是菩萨，都特别精美我对这些壁画不是太懂，在山西很多寺庙里面都有壁画。你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些壁画呢，是山西长治的一个寺庙里面的，也是大概元朝那个时期的。我们言归正传，继续来讲一讲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《
西游记》其实可以大概是分为2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写孙悟空的出生，他从石头里面蹦出来，后面去学艺，最终呢大闹天宫，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面。500年之后呢，唐僧出世了，他和李世民呢结为兄弟，被唐太宗派他去西天取经。当然，正常的玄奘法师他是偷渡去取经的，跟李世民呢其实没有交集。唐僧一开始呢是一个人取经，后面经过菩萨的指点，他收了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为徒弟，组成了4人1马去西天取经。其中的孙悟空作用是比较大的。我们看《西游记》一般都认为绝对的核心肯定是唐僧和孙悟空，甚至有一些人认为《西游记》真正的核心是孙悟空，没有孙悟空，唐僧就肯定取不到真经，他们也回不到中土大唐。那么在整个故事当中，孙悟空的冒险贯穿了整个作品，从他在花果山出生到最终帮助唐僧在西天取得真经，其实展现了孙悟空英勇和智慧，他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，他的性格勇敢、智慧和忠诚。其实当时吴承恩写孙悟空，可能就把当时的一些现象带入到里面去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孙悟空基本上一直是在争斗，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如此。那么算是激励着人们要追求自由，要积极向上，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不屈不挠。你像当时他去大闹天宫，包括后面跟如来对打都是如此。还有一点呢，尽管孙悟空拥有超凡的力量和本事，但是呢他也不是独来独往，也不是单打独斗，特别是在打一些妖怪的时候，有背景的时候，或者他打不过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寻求帮助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变得非常谦虚谨慎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审时度势，如果自己搞不定的，也要去寻找他人。你看整个《西游记》来讲，孙悟空跟天上的那些神仙关系处理的还是挺到位的。这是《西游记》当中表述孙悟空他的作用，他的能力。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说了，吴承恩写这部小说，他是根据很多现实人物来综合演绎出来的。特别是玄奘法师当时从取经回来，写了一个《大唐西游记》，就是他整个取经的一些过程。里面呢明确记载了他当时是偷渡去取经的，到达了甘肃的玉门关那里，收了一个徒弟，叫做石盘陀，这也是唐僧的大徒弟。不过呢，后面2个人分道扬镳了。像这幅图展示就是唐僧和他的大徒弟石盘陀的场景。你看这个石盘陀是不是不像我们说的正常人，有点像一只猴子啊？可能《西游记》就是根据这个演绎的。还有一个原型呢，是属于唐朝中期一个法师，叫做车凤朝，他是武举人出身，后面跟随使团去西域，最终呢在那边出家为和尚。他是武举人，就证明武功很高强嘛，这个跟《西游记》很相符。他在西域待了很多年，也是有点类似。那像这些原型展示的都是孙悟空非常厉害，是核心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寺庙呢，有一幅壁画，却展示的完全不一样。孙悟空在里面的地位非常低，就是这一幅壁画展示的《西游记》真实的取经图，最前面是唐僧，第2个是沙和尚，那最后一个人呢，就是孙悟空，他是牵着白马。那么在这里展示的孙悟空的地位就不高了，只是一个牵马人。在这个画中是3人1马朝东前行，与西天取经相呼应。后面呢，马是驮经书，放射夺目光彩，这个跟神话当中也是有点类似。第1个人肯定是玄奘法师，身材高大，五官清秀，双手合十，与《三藏法师传》中记载的唐僧玄奘法师是相互印证的。在玄奘法师身后一人呢，应该是他的弟子，也就是徒弟，在尽心的侍奉。我们常说的沙和尚，确实我们看《西游记》当中，沙和尚呢不作声，但是他经常呢是任劳任怨，照顾的唐僧还是比较好的。最后一个人明显的看得出来，他形态
是跟猴子很相像。你像《大唐西域》中记载的石盘陀，就是一个猴子的形象。《西游记》我们都知道是明朝中后期的一部小说，而这个寺庙里面的壁画呢是元代所画，比《西游记》是早200-300年。也可以这样说，真实的取经呢可能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吴承恩总体写《西游记》的话，它是综合多方面多个人物一起组合起来这样一个团队。唐僧是真实存在的，就是玄奘法师，而其他人呢是经过演绎的。你像山西，不光是在这个地方有《西游记》的壁画，在晋城那一带一个寺庙里面呢有石刻是金代的，也有《西游记》那种展示。那么它都比《西游记》这部小说更早，那就恰恰可以证明，在吴承恩写这部小说之前就已经有《西游记》的一些故事了，只不过吴承恩呢是把这些故事综合起来了。在这里看得出来，孙悟空在整个取经团队中地位是不高的，只是一个牵马人，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呢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《西游记》这个故事在唐朝7时期已经开始流行了，不过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孙悟空这一个角色的。后面可能是到了金元时期，这个传说当中就有了孙悟空这个人物。在明朝吴承恩写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可能也来过山西这些地方，他把这些壁画包括一些民间的故事组合起来了。不过有点疑问，就是在这个取经途中是没有猪八戒这个人物的，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或者是说在这个时段《西游记》当中还没有猪八戒这个人物，到了明朝才有，我猜想也有可能是这样的。那这个真实版的《西游记》取经图我们就看完了，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？可以说也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